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上了，299人都撤了，地都拖干净了，就把我给落下了。独孤月是一名飞行器动力工程师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中间人，因为从小到大，独孤月都谨遵中庸之道，不管是身高体重还是成绩，都处于不上不下不前不后的水平。现如今，因为工程师职位已满，他只能以中级维修工的身份参与到了月盾计划中。而他之所以愿意自降身份，是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月盾计划亚洲区的指挥长马兰星，并对他一见倾心。月盾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以月球为盾，阻挡撞向地球的小行星。这颗长年累月围绕火星公转的小行星选择了出轨，它将于8年后抵达地球。科学家们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派。等它撞向地球后，不管丑的帅的，大家都得死。为了防止被团灭，人类决定不再坐以待毙。经过联合国会议研究决定，采用中方提出的建议，全面开展月盾计划。8年间，月盾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，人类成功发射了利用月球氦3打造的宇宙之锤。人类的危机眼看就要破解，独孤月也打算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。这8年，独孤月对马兰星情根深重，他开始计划着向马兰星表达心意。但还没等独孤月有所行动，一个坏消息就传到了基地。工程师朱皮特慌慌张张向马兰星汇报，受太阳风暴影响，5号宇宙之锤爆星偏离预定，一部分碎片没能进入绕月轨道，将在27分钟后直接冲击月球，基地也在冲击范围内。马兰星当机立断，下令所有人最快速度完成撤离。此时独孤月正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等他看到窗外接连发射的飞船后，为时已晚，所有人都已撤离。更不巧的是，没有一个人发现独孤月还没登船。陨石碎片雨点般砸向月球表面，独孤月左躲右闪，还是被砸晕了过去。等他再度醒来时，就看到了小行星撞地球的一幕。偌大的宇宙中，独孤月孤零零地站在月球上，距离月盾计划失败已经过去6天。独孤月全频道呼叫了地球无数次，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。也许他已经是宇宙中最后一个人类了。所幸基地的维生系统基本完好，储存的口粮足够独孤月吃到老死。他开始放飞自我打发时间，首先就是完成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，那就是到马兰星的房间看看。在试错密码上万次以后，独孤月一不做二不休，用炸弹炸开了房门。之后的一系列操作就十分辣眼睛了。独孤月不知道的是，地球虽然受到撞击，但人类并没有就此灭亡。而在一个废弃的航天基地中，马兰星正带着队友试图和独孤月取得联系，因为月面的视频模块还在运行，他的一举一动全都落入了指挥部众人眼中，但通讯系统却迟迟无法恢复。众人目前能做的就只有看着独孤月，却没办法和他取得联系。以前我是1线艺，我现在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现在你是1号线艺人。我在2号车厢给你接了个通告，给一个追星老太庆生。这次陨石撞击虽然没有让人类覆灭，却使得美洲和非洲板块断裂，30%的陆地被海水淹没，各大内陆城市被火山灰和有害气体笼罩，人类处境不容乐观。恶劣的生存环境是人心涣散的开始，幸存者们如果持续这种状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此，月盾计划亚洲区的主任传达了上级的命令，要求在30天后把独孤月在月球上的一举一动全球直播，然后通过配音等方式将他塑造成一个英雄，驱散幸存者们内心的彷徨，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。大撞击后的第196天，全球直播倒计时准备中。朱皮特找来一个绰号葫芦丝的男人，据说他是全国最后一个配音演员，就由他为此次直播中的独孤月进行配音。与此同时，月球上的独孤月发现了除自己之外另一个幸存者，一只名叫金刚鼠的赤大袋鼠。当他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，葫芦丝不由分说就开始配音。这种情况堪称直播事故，出了这样的岔子，葫芦丝只能承认自己只是个网络搞笑配音博主，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马兰星只能临时决定将配音改为解说。之后，月球上的独孤月开始和金刚鼠斗智斗勇，体力上没胜算便使出没鼠计，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。就这样，不靠谱的人再加上一个不靠谱的解说员，独孤月变成了一个谐星，和金刚鼠的决斗也屡战屡败。但就在这时，金刚鼠的尾巴扫到通讯线来，通讯器里传来电波杂音，独孤月误以为是地球在联系自己，他顿时心生希望，看来人类挺了过来，那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地球。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，独孤月找到当年因为登月出现意外被遗留在登月点的阿波罗18号，然后将它带回基地进行维修建造，但因为阿波罗发动机报废，独孤月只能设法寻找替代品。这个替代品就是存放长存湖基地的宇宙之锤的原型机。这一趟因为距离和运输车动力问题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独孤月有他的计划，他要追着太阳在月球表面的行驶速度，绕月球1周逆向开往长存湖，然后载着宇宙之锤返回基地。但就在回程途中，为了救落在半路的金刚鼠，独孤月没能再跟上太阳的速度。此时，马兰星等人也在想方设法和独孤月取得联系，
他们成功启动了月球一处废墟下的探月狗，并努力让探月狗钻出废墟，时刻跟踪独孤月位置，确保探月狗和独孤月能够相遇。到时独孤月就可以利用探月狗上的一组同位素电池，来保证月球车运转，从而成功返回基地。月球车的电量很快就耗尽，独孤月并不知道地球上正有很多人为自己努力，所以此刻他面对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绝望。有时候希望能救人于濒死，但深深的绝望却是杀人于无形的利刃。探月狗坠落在一处峡谷，希望好像破灭了，但独孤月就是要绝处逢生。金刚鼠这些天吃的也挺多了，该他做出贡献了。经过训练的金刚鼠时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，独孤月就这样驾着金刚鼠一路急速前进，最终成功飞越峡谷回到了基地。你是真冷血，我是真喜欢。就这样，独孤月的直播给全人类带来了希望，地球的环境也在迅速恢复，但独孤月却出现了新的危机。他发现了那个所谓地球传来的讯号，不过是线缆被碰到产生的噪音。这一发现让独孤月丧失了信心，他为之努力的目标原来是一场空。独孤月再也没了坚持下去的理由，他准备就此赴死，消失在浩瀚宇宙中。马兰星仍在努力，他向全球播报这一消息，希望被独孤月鼓舞过的人们此刻能够一起点亮地球，将希望带给独孤月。就这样，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汇聚在一起，穿过层层黑暗，将希望送到了独孤月身边。大撞击后的第613天，基地终于和独孤月取得了联系，修建返回舱的计划正式启动，双方开始共同为返回地球做出努力。此时，虽然的月隔着遥远的38万公里，但独孤月却从未感觉和马兰星如此靠近过。就在万事俱备，只等返回舱发射，独孤月就能回归地球的这一天，基地却发现了一颗正朝着地球撞来的陨石，它是钛的一部分碎片，联合国将其命名为钛加。地球已经无法再承受一次撞击，唯一有机会拯救大家的只有独孤月。此时独孤月也在耳机中听到这一消息，能炸毁陨石的宇宙之锤就在他的返回舱上，但是因为弹头没有独立的动力系统，需要他驾驶返回舱利用惯性完成投弹，然后撤离到安全区域，最后再由基地引爆宇宙之锤。这样做的风险谁都无法预估。独孤月没有犹豫，便接下了这个任务。孤独月将金刚鼠绑在逃生舱，将它送回地球，自己则驾驶着返回舱冲向陨石轨道。前方出现一条陨石带，独孤月拼命闪避，却还是没躲过陨石的撞击。发动机脱离，飞船彻底失去了动力。没有了动力，飞船就会漫无目的地飘在宇宙中。独孤月的结局已经注定，但即便是死，也要死得其所。独孤月凭借宇航服上的推进装置，将宇宙之锤送到陨石的运行轨道。最后的时间，独孤月向地球上所有人道别，感谢大家联系到了他，让他感觉不再孤独。最后，独孤月举着宇宙之锤站在了陨石和地球之间，对马兰星说让他带自己回家。马兰星忍着痛苦与不舍，按下了宇宙之锤的引爆器。此刻，独孤月以肉体凡胎比肩神明，地球得救了。而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原本应该被月球吸引的钛加的碎片，却停留在地球轨道上，形成了星环。也许独孤月真的变成了星星，并且如他期望的那样，停留在了离家园最近的地方。后来，金刚鼠安全回到了地球，距离独孤月牺牲也已经过去了10几年。在这10几年里，人类恢复家园的计划从未停歇，马兰星也再次踏上了月球之旅，人类征服宇宙的决心也从未改变。